注意看，小女孩是这个世间唯一的神。由于孤寂万年，她选择了燃烧神格，重塑神灵轮回录。等醒来时，竟来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。然而还不待她有反应，一股巨力卷着她朝着一个方向而去。夫人，是个女孩。闻言，床榻上的夫人面色更加苍白，不由得低低啜泣道：“我对不起俊凡，侯府3代单传，我却给他连生5个女儿，我无颜面对江家的列祖列宗。”俊凡，侯府5个女儿，这怎么有点像我无聊时看的那本蓝星修仙小说？小说中，宣平侯府江家主母蒋氏连生5个女儿，以为美满幸福，却不知道一切都是骗局。侯爷为攀皇室，早就跟长公主滚到一处，不仅设计蒋氏喝下毒药，还设计把蒋氏生的倒霉蛋与长公主所生的女儿调换。原来我就是那个天选倒霉蛋呀！看来我这是穿书了。将她抱来给我看看。嬷嬷立刻将甜甜抱了过去，小家伙看起来甚是可爱。这就是我的娘亲吗？这也太好看了吧！我证明这真的是神仙颜值，想要娘亲贴贴抱抱亲亲。猝不及防听到一连串声音，蒋氏面上的笑容顿时僵在脸上，那声音听起来奶声奶气的，她下意识地将目光定格在怀中的婴儿。娘亲的眼睫毛好卷好长，上面还挂着晶莹的泪珠，破碎感十足，好一幅美人落泪图。我要被娘亲迷晕了。果然是母女连心，我竟然听到了孩子的心声。小家伙，以后你就叫江甜甜吧。蒋氏温柔地亲了一下孩子脸颊，娘亲亲我了，开心。正在这时，一名丫鬟端着汤药从屋外进来，毕恭毕敬地跪伏在床榻前。夫人，这是太医给您开的固本培元汤，奴婢已经晾了一会儿，夫人快些喝了吧。绿芜，都和你说了多少次，你我从小一起长大，不必这么生分，快起来。绿芜啊，娘亲别喝，汤药里放了7日绝命散，渣爹为了把长公主扶正，他要毒死你。绿芜也是渣爹的人，娘亲可别信他们。可惜我还是个婴儿，力量还没恢复，怎么办？正准备将药送进口中的蒋氏手一顿，心中掀起惊涛骇浪。侯爷想要害我，怎么可能？夫人，您怎么了？我现在没什么胃口，不如你喝了吧。蒋氏冷着脸将汤药递在绿芜面前，她想验证一下女儿的心声是否属实。咦，娘亲是发现什么了吗？在原书中，娘亲可是喝了7日绝命散，7日过后便猝然离世。书，我听女儿说好几次了，难道我们这些人都是书中的人物吗？夫人，这是给女子产后养生用的，绿芜用不上。既是女子的补药，总归对身体是有好处的。夫人，这可是太医亲自为您调理身体的补药，奴婢贱命受不起。你我自小长大，情同姐妹，我说你受得起，你就受得起，难不成这汤有什么问题？娘亲好飒，不愧是我美貌与智慧并存的娘亲。不，太医院开的汤药是奴婢亲自煎的，怎么会有问题呢？怎么办？难道他对我起了疑心？我可是受了侯爷之命，要给这贱人灌下7日绝命散，事成之后，这贱人就会毒发身亡。侯爷许诺娶我过门，给他生个大胖小子呢。夫人恕罪，奴婢笨手笨脚，浪费了夫人的一番好意，奴婢该死。娘亲，别信他。原书中，你毒发身亡之后，外祖一家不惜耗费重金，寻求其人异事探查，结果刚有眉目就被举报通敌叛国，遭到满门抄斩。而那通敌叛国的证据，就是他藏你书房的，他欠蒋家的生生世世都无法偿还。蒋氏闻言，美眸愠怒，下一秒，他猛地掐住绿芜的下巴。注意看，小女孩是这个世间唯一的神。由于孤寂万年，她选择了燃烧神格，重塑神灵轮回录。等醒来时，竟来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。然而还不待她有反应，一股巨力卷着她朝着一个方向而去。绿芜，我真心实意待你，却没想到养大了你的狼子野心。好，真好。既然这碗碎了，那就将锅里剩下的给他灌下去，送到庄上。汤嬷嬷带着几个小厮，将失神的绿芜直接拖走。蒋青青，你放开我，我可是侯爷的人，要不是你善妒，侯爷早就抬我入府了。不，我不能喝，我答应了侯爷要给他生个大胖小子。蒋青青，你这个生不出蛋的。
绿无竟真的是侯爷的人，他真的是想要毒死我。娘亲不要伤心呐，好想抱抱安慰娘亲，可我还是一个需要喝奶的奶娃娃。这么一想，我肚肚好像有点饿了。襁褓中的江甜甜开始扭动着小身子。夫人，五小姐想必是饿了，老奴抱她下去喝奶吧。哎呀，差点忘了，原书中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换走的。漂亮娘亲一定想不到，她最近最爱的胡嬷嬷早就成了侯爷的人。按照原书的剧情，接下来我这个倒霉蛋就要跟公主生下的女主调换，我惨遭喂了野狗。4个姐姐得知真相后纷纷黑化，翻脸与女主不死不休的作对，最后纷纷惨死。我大姐姐江玉瑶被设计嫁给家暴男，最后一尸两命。二姐姐江婉月被迫联姻他国，遭到无数欺凌虐待，最后被五马分尸。三姐姐江心兰却被人设计沦为军妓，供千万人把玩。至于我四姐姐江心凌，只因获得男主的几分青睐，就被女主嫉恨，制成人质，抛于暗无天日的茅厕。我的4个姐姐呀，怎么死法一个比一个惨？此刻蒋氏的大脑中仿佛无数炸弹接连炸响，他无法容忍任何人伤害他的孩子，心中暗暗发誓一定会守护他的孩子。对于这个奶嬷嬷，他又爱又敬，没想到却是养了一头豺狼在身边。夫人，怎么了？是身子有哪里不舒服？无事，听说亲自喂养能增进母女感情，五小姐便由我亲自喂养即可。那怎么可以？母乳喂养会有损夫人美运，万一日后失宠侯爷可怎么办？胡嬷嬷，念在你从小照顾我的情分上，我礼让你3分。可你要知道，我才是侯府的当家主母，我的决定容不得你来智慧。夫人，老奴逾越了。这时拖走绿芜的汤嬷嬷回来复命。夫人，绿芜那丫头已经按照您的要求送走了，只是她嘴里一直不停地咒骂夫人，老奴怕她影响夫人名声，便将她也毒哑了。汤嬷嬷，此事你做得很好。对于那等背信弃主之人，他可没有那么多的慈悲心肠。汤嬷嬷难道是自小照看娘亲的汤嬷嬷？书中汤嬷嬷是逍遥将军府的家奴，可因为性格严肃，不苟言笑，不得娘亲喜爱。其实若不是有汤嬷嬷守着娘亲，恐怕渣爹都不需要弄来毒药，直接会让娘亲在生产过程中惨死。可惜汤嬷嬷最后却是被人割耳挖心而死，就连她一家老小也纷纷惨死家中。蒋氏闻言只感觉心间刺痛。汤嬷嬷与胡嬷嬷二人都是看着他从小长大的，胡嬷嬷一向和蔼可亲，可汤嬷嬷却很严肃，总是对着他耳提面命，强调礼仪端庄。久而久之，他与胡嬷嬷更为亲密，却不料错把榆木当珍珠，一腔真心终究是为了狗。胡嬷嬷是我最敬爱的奶娘，却屡遭头风折磨，身体日益欠佳，我看着十分忧心。不如日后府中的长事汤嬷嬷负责，须记得府中日后大小事务都不可劳烦胡嬷嬷过问，耽误了胡嬷嬷的病，无论是谁，我可都不会放过。这句话蒋氏是冲着所有人说的。胡嬷嬷竟存着调换他女儿的心思，他恨不得现在就杀了对方，可他不能，现在他在明，敌在暗。哇，娘亲好厉害！不过剧情怎么跟书中写的不一样了？难道是因为我穿书的缘故，情节发生了略微改变？但我好困好饿呀！下一刻，一道夸张至极的声音便自门外响起：“青青，青青，你怎么样了？”小女孩明明是世人所敬仰的仙人，可她却玩火自焚，只因为她要穿书去当4个女大反派的小妹，改变他们那悲惨的命运。渣爹这颜值的确卓尔不凡，怪不得把娘亲迷得五迷三道。不过要是放在神界，恐怕抠脚大仙都能秒了渣爹。抠脚大仙，天上真有这样的神仙吗？我的女儿好像是什么了不得的存在。青青，你气色看上去还不错。江俊凡本打算随口敷衍几句，可视线落在白白胖胖的甜甜身上。这就是我们的女儿吗？这小鼻子小眼儿长得真好看，叫什么名字？取名江甜甜。来，这是爹爹给你的见面礼。甜甜小脸兴奋地挥舞着小手，指尖不经意间触及到黄金锁，一股精纯的力量灌入体内，甜甜微微愕然。虽说书中是个修仙的世界背景，但他们所在的这片国度灵气枯竭，眨眼间长命锁中的灵力就耗尽殆尽。不是吧，这么大的长命锁，
里面就这一点灵力。不对，这不是纯黄金。书中好似有提到过，女主江仙雅出生，渣爹送了她一套纯黄金打造的首饰，连带首饰盒都是纯金打造，寓意着她是独一无二的金枝玉叶。难不成渣爹送我的是余下的边角料？唉，我俩明明同年同月同日出生，怎么待遇咋就天差地别呢？此刻长命锁在接触江甜甜手心后，咔嚓一声，宛如墙皮自然脱落般碎了，顿时使得江俊凡面色一僵。这可是黄金做的长命锁啊，虽然掺了一点点假，但也不至于宛如纸糊的，一碰就碎吧？难道正如那天机阁的神算子所言，我们江家天降一位福星的同时，也会出现一个恶贯满盈的绞家精？这个女儿正是那个绞家精吗？侯爷，既然你送的黄金长命锁碎了，不如就将你南山的玉矿3年开采权送给甜甜吧。身为女儿家，总得有些财物傍身才安心，免得以后长大被一些人面兽心的鼠辈所糊弄，耽误了一生幸福。3年，那得挖走多少美玉呀？那一个矿山，我可是将来打算给仙雅做陪嫁的啊。不过按照计划，蒋氏已经中毒活不过7日，等她毒发，我便将仙雅与这个绞家精互换，一切都还是仙雅的。如此一想，江俊凡微笑点头道：夫人辛苦了，一切就听夫人的。接着他从袖袍中掏出一串晶莹剔透的水果。夫人，这是北方地区才有的水果，你尝尝。水晶葡萄。切，这么小的一串葡萄，就巴巴跑来给我漂亮娘亲献殷勤。记得原书中，长公主慕容月就酷爱水晶葡萄。仔细一瞧，这串葡萄好小啊，像是没有发育一样。该不会是公主不要的吧？渣爹可真坏，哼哼，娘亲不伤心呀。等甜甜长大了，我给你种一世界的葡萄。青青，你不喜欢吗？你不是最喜欢葡萄吗？母亲近来肝火旺盛，听说葡萄滋阴补肝，不如拿给母亲。夫人，你可真是我的好夫人。江俊凡有些感动的啪叽亲了一口蒋氏，随口嘱咐下人几句好生照顾之类的，便离开了。可他没看见蒋氏那满心满眼的嫌弃。注意看，小女孩是这个世界。由于孤寂万年，他选择了燃烧神格，重塑神灵轮回路。等醒来时，竟来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。然而还不待他有反应，一股巨力卷着他朝着一个方向而去。哇，五妹妹醒了！哇，我是姐姐，现在你就是家里的最小的小屁孩了。小屁孩，猜猜看，我是哪个姐姐？哼，你才是小屁孩，我可是时空之神，掌握时间空间。虽然吧，外形是个小孩子，但我绝对不是小屁孩。倒是你应该就是我那4姐姐江心凌，也是书中最让女主头疼的女反派吧？最后被女主砍断手脚，制成人质扔在茅厕，光是想想我就已经开始难过了。我竟能听到妹妹的心声，小妹自称是什么时空之神，并且我以后会死，被劳什子女主给制成人质扔在茅厕。突如其来的一切差点就让他发出尖叫，好在被蒋氏及时制止。嘘，不可以吵到妹妹。娘亲，我能。知道，娘亲知道，但这是我们母女之间的小秘密，不可以说出去。娘亲，我明白了。他虽然小，可他不傻。母女俩相互对视，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谨慎小心。因为这个世界是存在飞天遁地的仙人，曾经有个男童出生便能生死人肉白骨，凡是被他摸一把之人，都能立刻焕发生机。因此招来一名仙人，就地将男孩制成一枚枚丹药，练就无上神通。蒋氏很怕甜甜的特殊传出去会吸引来隐匿的仙人。夫人，不好了！3小姐偷取江家老太太的血髓丹，被老夫人发跪已经半个时辰了。蒋氏闻言，身体一颤，差点就要摔倒。怎么回事？好端端的3小姐怎么会跑去偷丹药？娘亲，快带上我，我要去救3姐姐。按照书中剧情，2舅舅骤然昏厥，生机消退，3姐姐偷袭髓丹，应该是想为2舅舅洗筋伐骨，焕发生机。蒋氏心中顿时明了，不等春花回话，径直抱起江甜甜朝外疾步而去。心兰，大胆刁奴！3小姐可是侯府正儿八经的嫡女，你们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，竟敢对主子如此粗鲁！明日我就发卖了你们！娘亲，对不起，我又闯祸了，我不该生出偷盗的心思。娘亲，你罚我吧。傻孩子，快起来，再跪下去！
以后落下病歌可怎么办？江甜甜的角度正好对着江心兰，正眨巴着黑葡萄似的水眸，笑呵呵地瞧着自家三姐姐。哇，好帅呀！这就是我三姐姐吗？没想到未来凶名赫赫的蓝将军，幼年时期竟然这么可爱。我一直以为蓝将军自小是个男人婆呢。这奶声奶气的声音。江心兰将目光放在江甜甜身上，蒋氏见此顿时明悟，三女儿应该也能听见甜甜的心声。为了转移话题，蒋氏故作一声轻咳。春花，快将三小姐扶回去。慢着！随行一行人浩浩荡荡出现在蒋氏面前，挡住了蒋氏等人的去路。我罚这逆女跪地，蒋氏，你这是作甚？你管不好我江家的子孙，那就让老太太我亲自管束。女人明明是将军府中最宠爱的千金大小姐，但她每天都遭受老太婆的刁难，却不敢忤逆半分。可今天她竟然一改常态，顶撞了面目可憎的老太婆。娘，你这是何意？心兰年幼，这般惩罚太过严苛，她受不住的。何意？蒋青青，你竟敢质疑我？这就是你蒋家的家教吗？我蒋家家教如何无需娘操心？倒是心兰这般长贵，若是有个好歹，怕是会流传出宣平侯母亲如何虐待自己亲孙女，到时候宣平侯府的名声怕是彻底臭了。混账！若不是当年你不顾礼义廉耻，与我儿私相授受，弄得人尽皆知，我儿怎会娶你这等毫无尊卑、毫无礼义廉耻的人入府？娘，若是你始终不满意儿媳，不如就此儿媳与侯爷和离。只是不知道，逍遥将军府乃正一品家的嫡女，你都不满意，难不成你想要的儿媳是当朝的长公主？蒋氏冷笑，反唇相讥地试探着，他想看看这个自诩吃斋念佛的老娘到底知不知情，他儿子和长公主滚在了一起。你胡说什么？你可不要岔开话题，跟我顾左右言他。娘亲威武！娘亲，你不知道，当年你被污蔑，就是渣爹买通赏花宴的侍女偷走你的手帕。他们看中了逍遥将军府拥有实权，但是又怕被人嘲笑是软饭男，于是他便想着损害你的名誉，实则他们一家得了便宜还卖乖。果然是我心中猜想的那般吗？娘亲是被渣爹的文采所吸引的，如果娘亲知道渣爹只会剽窃他人诗词的小人，那该多伤心啊！算了，以后这些还是别跟娘亲说吧。小妹，已经晚了，你的心声早就暴露一切。你发什么愣？我告诉你，你这逆女想盗取我江家祖传的洗髓丹给你娘家哥哥，幸亏老婆子我发现的及时，可惜这死丫头在逃跑途中将丹药不慎掉入湖水之中，那可是整个玄龙国唯一可以缔造出仙人的洗髓丹啊！败家子，今日就是说破了天，此事也不能不了了之。来人啊，去把侯爷请过来，看看他生的什么逆女。区一颗糖豆就想缔造出一位仙人，这东西我见那些修炼者一个劲儿的磕，也没见飞升成仙啊。等等，我的空间里不是有不计其数的糖豆吗？如果拿出一颗来，是不是就算化解了今日之事？只见甜甜小手一招，一个空间就悬浮在他的面前。我终于能打开空间了，还要多感谢渣爹昨天送的平安锁，吸收了一些灵气。这一山是起死复生的，这一山是金刚不坏的，这一山是……好烦啊！这一山一山的糖豆，我要找到哪里去呀？天道小儿动不动就要我陷入沉睡，烦死了！等我恢复力量，一定跟他比划比划。正在甜甜烦闷时，他不经意间看到了最后面的一座仙药山上。找到了，可这不是洗髓丹，而是破仙丹，但它是我空间中最差的糖豆了，说不准吃下去还真让老太太立刻羽化飞仙了。要不给老太太一颗破仙丹？不过原书中她可是罚了三姐姐3天3夜，最后三姐姐腿部也落下病歌。不行，我可不能这么便宜这个老太婆。有了，如果我控制好，将这枚糖豆多余的灵气吸收，应该就可以了。救命！我小妹竟是传说中的仙人，仙人宝贝无比的丹药，我小妹都是论山术的，说出去你敢信吗？甜甜原来可以靠吸收天材地宝恢复灵力吗？如果宝贝女儿需要，我一定全部为她搜刮来。注意看，小女孩是这个世界唯一的神。由于孤寂万年，她选择了燃烧神格，重塑神灵轮回路。等醒来时，竟来到了一个奇怪的地方。
然而还不待他有反应，一股巨力卷着他朝着一个方向而去。糟糕，东西是有了，可我怎么跟娘亲他们说？我把东西扔在那棵桂花树下了。好生气！人类婴儿怎么长得这么缓慢？好闺女，接下来就看老娘的发挥了。娘，谁看到洗髓丹掉温泉里面了？新兰这个丫头做起事来毛手毛脚，兴许是掉在路上了呢。不如咱们找找看。身旁的江心兰一脸赞同的疯狂点头。对，祖母，我做事总是风风火火，兴许就是掉到别处了呢。你放屁！找到了，娘亲，我找到洗髓丹了。江心凌一手提着裙摆，一手举着洗髓丹，灵动的小脸因激动微微泛着绯红。哇，四姐姐威武，四姐姐简直与我心灵相通呀！嘿嘿，小妹，你看四姐姐演的可还行？撒着丹药，莫名其妙就出现在江心凌手上了。老太太枯败的老脸上满是不可思议，她可是亲眼看到洗髓丹的盒子连丹带盒一起掉进了温泉池中，小木盒到现在还飘在温泉上头呢。更让她震惊的是，这丹药有些不对劲，这好像不是我那颗丹药。这时候，江俊凡也闻讯而来，目光灼灼地望向那颗丹药，还不忘怒声斥责蒋氏：“你究竟是怎么当的家？怎么教育孩子的？新兰小年纪，竟敢行偷盗之事，传出去，我宣平侯府的脸往哪里放？我真是对你太失望了。”若是放在以前，面对夫君这般责问，蒋氏肯定早就哭作一团。可现在，他却觉得有点好笑。这不是我那颗丹药，我江家祖传的那颗洗髓丹，上面只有1道丹纹，这上面竟然有3道丹纹。老婆子，我听人说过，这修仙之人所炼的丹药，品质越好，纹路越多，还有些仙丹丹成之时，还会引来天地异象呢。呀，草率了，剩余的灵气还是太多了。早知道老太太那个是1道纹的丹药，我就将那糖豆灵力榨干好了。这下咋办？谎话要怎么圆呢？总不能说是桂花树成了精，顺手帮江家祖传的丹药提炼了一下药性吧。娘，咱们江家原本的丹药是1条丹纹，你说会不会是这桂花树成精了？他出手帮忙提炼了药力，这才显示成3条道纹。哇，漂亮娘亲，这么离谱的原因，我也只敢在心里想一想。算了，既然娘亲说这树成了精，那我就让娘亲的话成为事实。只见甜甜小手一挥，一团光晕没入桂花树，原本毫无动静的桂花树，仿佛被开了灵智般，竟弯下身子向众人鞠了一躬。老太太面色大惊，视觉冲击力简直不要太大。此刻不光老太太，不知缘由的人都一脸呆滞。今日之事不得宣扬，若谁敢泄露半个字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。说完，他领着一众仆人下跪。桂花仙子，多谢显灵，日后我江家上下还需你多多照拂。啥？我成精了？我咋不知道呢？新兰这丫头此番也算因祸得福，幸好我江家祖传保药无碍，并且还找寻到1棵仙树，日后你可要好生管好侯府，若有下次，老婆子我定不会轻易放过你们。说完，老太太才兴奋地拉着儿子进屋去了。蒋氏见此，心里的大石头总算是落了地。正当他抱着甜甜，领着俩女儿准备回自己的院子时，却看到2个人呆立在不远处，一个小嘴微张，像是受到极大震撼；一个黛眉紧蹙，像是遇到世界难题。老3、老4都能听见甜甜的心声，那老大老二是不是也？甜甜，这个是你大姐江玉瑶，那个是你二姐江婉月。让我看看，快让我看看！甜甜小脸兴奋，放眼望去，就见2个女孩并肩而立。哇，这风华绝代的美貌，一定就是大姐姐江玉瑶吧？该说不说，我们一家颜值都好高，旁边那个一定就是二姐姐江婉月，玄龙国首位靠科举入仕为官，智谋天下的女宰相啊！一个风华绝代，一个冰艳无双，我的这2个姐姐也太好看了吧！但是好可惜，就在江甜甜为姐姐们的悲惨命运感叹时，另一边有个男人的魂魄竟然在离体。这因而发现了一件诡异的事，房间内不仅散发着许多黑气，男人的灵魂更是残缺不全的。既然我来了，我一定要救下二舅舅。至于这妖气，哼，我倒是要看看哪个小妖这么大胆，敢拘走我二舅舅的3魂7魄。在此之前，蒋氏得知二哥危在旦夕，便带着5个女儿急匆匆地赶回将军府。早已等候多时的唐老太看到甜甜，立马就送给她一份见面礼。来，
这是给小乖乖的见面礼。哇，这金子爱了爱了，这可比渣爹送的好多了。娘亲的祖母看上去好慈祥温和呀，可惜在原书中，娘亲中毒暴毙后，二舅舅也紧随其后撒手人寰，外曾祖母受不了打击，也跟着去了。来，小宝贝，这是大舅母送的见面礼。哇，谢谢大舅母，大舅母人美心善，我好喜欢。原剧情中，蒋家被满门抄斩，大舅母本有机会可以离开蒋家，可她却披麻戴孝，为蒋家88口人收尸后，一头撞死在大舅舅的墓碑上，殉情了。蒋氏神色动容，细心地观察着大家反应，见祖母神色毫无异常，他这才放下心。难不成只有我们母女几人听得到吗？祖母，你实话与我说，二哥他到底怎么了？二哥前些年负伤，断了右臂，只能从军队上退了下来，一直休养生息。明明好端端的一个人，怎么会突然胸肌不稳，急需救命良药呢？好孩子，你二哥能有什么事？家里的事你别担心，你好好照顾好自己，切忌思虑伤身。蒋氏一看，祖母这分明是不想让自己操心的托辞，于是他将新兰白日里做的事挑重点都说了。听到新兰为了救二舅舅被侯府老太太罚跪，唐老太太心疼的直掉泪。最后熬不住蒋氏的苦苦哀求，唐老太太终于同意带着蒋氏去看蒋定国。这件事说来十分诡异，只听说前些日子定国救了一个受伤的狐狸，他很喜欢，一直细心呵护着，没想到突然有一天定国就一觉不醒，那只狐狸也销声匿迹了。将军府私下遍寻名医，可大夫都说我孙儿活不过1个月，眼看着期限将至，新兰这丫头一定是走投无路，这才孤注一掷，真是委屈她了。外曾祖母放心，我江新兰可是立志未来要做女将军的人，这点挫折岂会难到我？汤药已经灌下去很多了，每天虽能喂点少量的汤汤水水维持生命，却丝毫不见醒的迹象。我看看，娘亲，让我看看。听到女儿的心声，蒋氏连忙抱着江甜甜靠近床榻。二哥，从小大哥跟着爹爹经常打仗，三哥经常欺负我，只有你一直守着我，护着我。二哥，你看，这是你的外甥女，叫甜甜，你快起来看看好不好？娘亲不哭，甜甜一定会救二舅舅。面色红润安详，不像是被人强行抽离三魂七魄的。难道二舅舅是自愿的？祖母，你先前说消失不见的还有一只狐狸。蒋氏冷不丁的开口，实则是为了提醒甜甜。对哦，差点忘记了，那只狐狸有点可疑。算了，先招魂试试。江甜甜小手一招，一团光晕悄无声息汇入蒋定国身体中。甜甜心中默念：魂归来兮，魂归来兮。片刻之后，我找到二舅舅了。不对，二舅舅三魂七魄好像被什么囚禁了，怪不得迟迟回不来。被囚禁？难不成是那只狐狸？不行，看来得灵魂出窍去看一看。甜甜快速把手放在黄金锁上吸取灵力，然后在心中默念一个口诀，在众人看不见的地方，一抹轻盈的灵魂冲天而起。依靠灵敏的嗅觉，甜甜一路飞天。不多时，2道声音就传入他耳中：雪儿，你快走，不要管我。不，我不要。甜甜顺着声音看去，只见下面有一对男女，在2人对面还有一条吞天巨蟒。结，本座倒是想要看看你们这对苦命鸳鸯今日如何能逃出本座的手心。巨蟒咆哮着，蛇尾朝着2人甩去。女子见状，立刻挡在蒋定国身边。甜甜见此摇了摇头，白狐天赋尚可惜修炼时间尚短，面对千年巨蟒注定落败。去死吧！他话音刚落，突然被天上掉下来的东西砸飞，待烟尘散尽，江甜甜那人畜无害的小模样出现在众人视线之中。嘿嘿，二舅舅你好呀，我叫江甜甜，我娘亲叫蒋青青。注意看，这巨蟒只是发出一声怒，女人却紧张地将独臂男子保护在身后，只因为蛇尾正朝着他们攻击而来。然而就在他们生死攸关之际，天上突然掉下了个小女娃，这飞了巨蟒。小娃娃，你是谁？吞天巨蟒震怒，血红的蛇眸死死盯着甜甜。不对，你身上为何会有神光？神灵青睐区一介人类小娃娃，灵魂怎么可能神光璀璨？你到底是谁？诧异，惊愕只在巨蟒眼中闪过一瞬，紧接着尽数被贪婪占据。如果吞了甜甜的灵魂，他就能够化蛇成龙。臭蛇，你太臭了，快走开！小娃娃，你找死！甜甜连忙默念口诀，一团金色光团将他们3人围起来。
但甜甜肉乎乎的小脸却是黑了黑，她竟然被蛇吐口水了，而且还是那么臭。臭蛇，你真的惹怒甜甜我了。你的蛇胆，甜甜要收下了。甜甜小手挥舞，飞速结印，一道炫灿无比的法阵自脚底升起。去，小娃娃，你对本座做了什么？啊！救命！救命！我知道错了，仙人饶命！仙人饶命！这吞天巨蟒早已成精，作恶多端。甜甜身为神灵，对这种滥造杀孽者实在没有半点同情心。不过这方天地的浓郁灵气倒是让他比较在意。看来得等自己长大点，再来这方天地看看了。接着甜甜小手一招，那硕大的巨蟒内丹正散发着悠悠绿光，朝着女子飞了过去。念在你心无恶念，未曾沾染杀孽，且保护我二舅舅有功的份上，这臭蛇的内丹就给你了。但是以后不要再动不动将人的魂魄招走了，弄不好真的会死人的。甜甜小脸严肃，今日若不是他赶来，二舅舅和小狐狸恐怕早就被那臭蛇给吞了。你叫我二舅舅，难不成你是我小妹妹家的小五？二舅舅，你魂魄离体太久，快回去吧。娘亲肯定又在担心的偷偷抹泪。小手一挥，蒋定国的灵魂化作一道流光，不受控制的朝着一个方向飞去。哎呀，糟糕，忘记抹除二舅舅这段记忆了。算了，只能回去再说了。仙人，小女子冯雪儿，多谢仙人搭救。甜甜蹙着小脸看向女子，随即她一番推演天机，竟在这女子身上看到了与二舅舅纠缠的命运轨迹。难道她将来会成为自己的二舅吗？小胡，二舅母，你现在修为尚浅，还无法对妖力做到收放自如，强行留在我二舅舅身边，长此以往会损我二舅舅寿元，也会让你孽障缠身，有损你修行之路。哎呀，大仙你在说什么啊？二舅母，你别怕，我传你一套修炼法门，以你的资质，要不了几年，肯定能将妖气收放自如，到时候你就可以来找我二舅舅了。甜甜小手一指点在冯雪儿眉心，冯雪儿只感觉一股温热的灵力传入灵海，随即她瞪大眼眸，难以置信看向甜甜。九尾震天诀，我认识的一个狐狸姐姐自创的，想来你们同宗同源，应该也适合你修行。随即在冯雪儿震惊到呆滞的目光中，她挥了挥手，二舅母，拜拜了。夜宵，此人灵力残留不强，应该修为时日尚浅，但却能调动如此繁杂的灵阵，想来这阵法一道上的资质不会在你之下。看踪迹，此人似乎是从东域而来，看来需要早点解决这里之事，也好早点去拜会一下这位绝世天才。师傅，无论是谁，徒儿都不会输。若是甜甜在这里，一定会指着少年大喊一声：狗男主，就是你！若不是你前期面对我四姐姐的表白犹豫不定，暧昧不清，我四姐姐怎么可能会被女主做成人质？你这个蓝颜祸水！男人明明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，可他却找人给妻子下毒。原来男人早就攀上皇室的公主，想将其娶进家门当正妻。月儿你放心，再等几日，蒋氏一定会嘎，过段时间我一定风风光光娶你进门。这些话你是不是也跟蒋青青那个女人说过？怎么可能？蒋氏那个女人一点都不解风情。当初若不是宣平侯府卷入丘为舞弊一案，陛下想要收回宣平侯府的爵位，我又何必费尽心机接近那个女人？月儿，在我心里，你才是最令我痴迷神往的女人。夫人，跟随侯爷的人回来了，确实如您猜测那般，侯爷去了长公主的未央宫，后半夜才回的府。派人继续盯着侯爷，他们自以为毒杀的阴谋天衣无缝，待7天后，他们见我安然无恙，定会坐立难安。新兰，二舅舅已经醒了，这段时间你就不要再跑去将军府，乖乖在府中学习。你和心灵功课上都需认真点，有不会的可以向你们大姐二姐询问。大姐江玉瑶15岁，二姐江婉月12岁，她们年岁不大，读书上都有一定天赋。至于9岁的三姐江心兰，一心只喜舞刀弄枪，做个威风凛凛的女将军；而6岁的4姐江心灵，则一心想着美食、钱财以及得道成仙这种不切实际之事。这俩人对于读书，那可真是深恶痛绝。娘亲，夫子上课实在太无聊了，不如明日我把妹妹带过去吧。三姐，我觉得你的想法甚好。妹妹还小，可不能随意让你们折腾。现在时间很晚了，还不快去睡觉？晚上不好好睡觉，
会长不高的。一听说不好好睡觉会长不高，江心兰和江心凌连忙跟娘亲告别，大姐江玉瑶与二姐江婉月也告别蒋氏，纷纷去了自己的院子。奉皇后懿旨，为庆祝宣平侯夫人生下五小姐，特赐下黄金1000两、白银1万两、2田白母、锦绣布匹20匹、南海夜明珠1对。负责唱礼单的太监一连串唱着礼单，足足唱了半个时辰。谢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。妹妹，快起来，你刚刚生产，身子最属娇弱时刻。蒋氏与皇后左叶轩自小是闺中密友，长大后一个入宫为后，一个嫁入侯府，而左叶轩此番前来是为好姐妹撑腰，她担心好姐妹在侯府被欺负了去，这才高调上门送礼，也算是先给宣平侯府一个警告。这就是我的小外甥女吧？我看看。她探着脑袋望过去，只见甜甜正无聊玩着手指，吐着口水泡泡。好机灵的小丫头，这眉眼可像极了你小时候。哇，这珠光宝气、明艳动人的美人，就是我皇后姨姨吗？可惜在书中，皇后姨姨也是十足的大冤种。皇帝表面上与皇后姨姨情意绵绵，背地里，皇帝心中一直深爱自己的白月光许婕妤，甚至为了保护白月光，刻意营造独宠皇后的假象，给皇后姨姨四处树敌。最后，太子被下狱，皇后姨姨被褫夺封号，打入冷宫，就连姨姨早年诞下的小公主也是死于许婕妤之手。姨姨好可怜，甜甜一定好好喝奶，快快长大，保护好娘亲和皇后姨姨。这奶呼呼的声音，莫不是我听到了这小丫头的心声？可她说自己是大冤种。皇后娘娘既然来了，不如去我院中喝一杯茶，你我姐妹好久没有一起坐下来聊聊天了。蒋氏虽然至今还不明白到底什么样的人能听到甜甜的心声，但看到左叶轩神色，便明白他能听到甜甜的声音。以免暴露，他立马上前挽住左叶轩，便往自己院中走去。看着两人离开的身影，江俊凡立刻询问身旁的小厮：绿芜那丫头呢？找到没有？回侯爷已经派人去绿芜的家中找过了，她不曾回去。继续找，挖地3尺也要将人找出来。接上集。青青，我汤嬷嬷，你先抱五小姐下去喝奶。好的，夫人。当汤嬷嬷把甜甜抱下去之后，蒋氏就坦白了一切，只是简单略去了甜甜灵魂出窍拯救二哥的事情，为的是提醒左叶轩，甜甜的心声真的能预测未来。什么？竟是江俊凡那登徒子当年毁了你清誉，如今竟然还敢仰长公主做外事，给你下毒，真是混账！本宫这就回宫请求陛下赐予你们和离。左叶轩听完蒋青青所言，气得差点暴走。蒋青青一把拦着盛怒的左叶轩：别着急，和离是一定会的，但不是现在。现在至少我们知道了敌人是谁，总要有些防备才好。许婕妤，我一直以为她不争不抢，淡雅若莲花，原来是一朵黑心莲。仔细想来，1个月30天，陛下半个月都会来自己宫中各睡各的，剩下半个月所被翻牌之人，必有许诗林。可笑我竟一度觉得只是许诗林运气比较好。青青，我想知道兰儿的是怎么死的。当年我几乎翻了整个皇宫，都没有找寻到半点蛛丝马迹。蒋青青点头，兰儿是皇后当年拼命生下的小公主，可惜不到满月，小公主便受了风寒，突发高热夭折了。于是吃饱喝足的工具人小甜甜再次被抱了出来，她嘟着小嘴，甚是可爱。说起来，甜甜你本来应该有个姐姐的，可惜本宫没能护住你兰兰姐姐，至今都未曾查到害她之人。许婕妤是借皇帝动的手，你当然查不出来。陛下，怎么会？当然，皇帝也不是故意的，一切都是许婕妤所为。他偷偷在龙袍上撒了药，又提前给皇帝服下解药，而皇帝常去看望小公主，一来二去，自然就使小公主染上了风寒。小公主体质太弱，一场小小风寒足以要了她命。怪不得，我总觉得当初那场风寒很奇怪。全宫上下，只要接触过小公主和皇帝的人都得了风寒。皇后姨姨，你不知道呀，皇帝的寝宫还有一条直通许婕妤寝宫的地下通道，平时他熬夜批奏折后，都会去他那里小坐，排解寂寥情绪。枉费他自以为与皇帝同一条心，至死不渝，到头来一直被利用算计的却是他自己。他从前仗着皇帝的宠爱，从不将后宫众嫔妃放在眼中，如今他俨然变成了许诗林与皇帝爱情火把了。但杀子之仇不共戴天，他不能就这么算了。难道说只有既定命运悲惨凄凉的人才能听到甜甜的心声？左叶轩与蒋青青又细细聊了许久，这才匆匆回宫。心灵、心兰，你们俩夫子布置的作业写完了吗？
明日你外祖父与大舅舅凯旋回归，若你俩作业今日写不完，明天就继续留在府中写吧。娘亲，我跟四妹妹这就去写作业。差点忘记了，柳如烟那女人这么快就要出场了，她逼得大舅母与大舅舅和离。原书中，蒋家被满门抄斩，大舅母一个和离之人，以蒋家长媳妇的身份为蒋家满门收了尸，最后一头撞死在大舅舅的墓碑上。大舅母好可怜，娘亲明天可一定要带上我，甜甜我一定要阻止这场悲剧。休妻，我们蒋家家风世代清明严苛，男子一夫一妻，从不纳妾。至于休妻，更是无稽之谈。那个传闻中的柳如烟，到底何德何能，竟能逼得大哥休妻？